那表面上呢是一场婆媳之间的秘密联盟，因为那正是我熟悉的工作领域——高级伴游。两个人的八字当中啊，都带有强烈的伤官和偏印。那当秘密揭晓，关系为什么就发生了180度的一个转变呢？三个人呢都在舞台上完美演出，却都有心知肚明。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鹤说频道的特别对谈篇，林鹤谈情感。那我是今天的做客主持人安南。Hello， 大家好，我係林鹤。那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面呢，婆媳之间其实横亘着时代的鸿沟，但是我们今天见证这个真实的案例，却让我们看到在鸿沟之下，两条命运的轨迹在黑暗中悄然交汇的震撼。那今天的内容呢比较炸裂，是。那当最深的秘密啊浮出水面，那表面的对立呢，往往会转化成一种超越世俗理解的这种共鸣。那这无关原谅啊，而是关于看见。那看见彼此铠甲之下的软肋，看见时代打在两个女性身上相同的烙印。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呢，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隐秘啊，更是两代女性时代洪流当中寻求自处与共生的真实样本。那我来读一下这份稿件。上案例。林老师好，我叫小璐，我和我婆婆的关系10年了，一直就像隔着一堵冰墙。她对我总是挑剔审视，无论我如何努力，仿佛都无法达到她内心那个模糊的标准。我一直认为我们只是两个时代的人，根本无法相互理解。直到上个月，我帮她整理阁楼的旧物，发现了一个锁着的旧皮箱。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我想办法打开了它。箱子的最底层不是我想象中的家族纪念品，而是几本隐藏的相册和一个装着信件的铁盒。相册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风华绝代的年轻女人，她穿着华丽的礼服，出现在几十年前最顶级的社交场所。那些场合我太熟悉了，因为那正是我熟悉的工作领域，也就是被人们所说的高级伴游。那一刻，我整个人像是被雷击中一样僵在原地。那个我一直被视为老古板的婆婆，她年轻的时候竟然和我走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路，我们竟然是同行。这件事之后，我们谁都没有说破，但是一切都变了。他不再对我冷言冷语。有一次我应酬醉酒回家，他甚至默默给我端来了一碗醒酒汤，说了一句：“我们那时候喝多了只能自己熬。”现在呢，我们形成了一种难以向外人言说的默契。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家庭的体面，共同抵御着外界的风言风语。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不像是母女，更像是共享着一个巨大秘密的盟友。直到最近，我才隐约地意识到，我的丈夫可能早就知道了一切，因为他从不追问我的晚归，也不过问我的交际圈。我们维持着表面和谐的婚姻，各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这个家就像是一个精致的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就是这么的心照不宣。也感谢小璐的信任啊，是，也感谢安南的讲述。其实我认为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婆媳故事啊，还是一面照见两代女性命运的镜子。对啊，那这首先呢，我们来解构两个人最初的这个敌对关系啊。那婆婆近乎于偏执的挑剔，那这根源是什么呢？对吧？她不是说厌恶，而是说一种极致的恐惧。那她在儿媳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那看到了那条她深知其中血泪与代价的老路。所以说，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呢，总能发现脸上这有个痘，对吧？我这儿长得不好，对吧？是，所以他总能看到你的缺点。所以他所有的严苛啊，潜意识里呢，也许都是一声呐喊啊，不要走我的老路。那我们女士呢，在 WhatsApp 后台留言啊，那从她的八字来看呢，
两个人的八字当中啊，都带有强烈的伤官和偏印。那伤官主什么呀？在古代呢，叫一官二印三财四杀五时六伤。伤官作为用神的最后一个啊，它代表的是什么？是才华，是傲气，是不愿意受束缚的生命力。所以在古代呢，很多所谓的下九流啊，也就是现在原来唱戏的，也就是现在的明星。包括一些生意人，因为古代重农抑商，对吧？还有一些所谓的特殊行业都是用伤官的。那么偏印呢，讲的是敏锐的，是秘密的啊，是自我保护的面具。那当两个拥有隐秘能量场的女性相遇呢，若不能理解彼此啊，那就会产生剧烈的排斥，因为对方呢就像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啊，照见自己不愿直视的过去啊，或者现在。那当秘密揭晓，关系为什么就发生了180度的一个转变呢？原来是因为对抗的能量，现在瞬间转化为了理解的悲鸣。他们发现彼此不再是争夺同一个男人，而是在对抗同一个世界的恶意。那婆婆从儿媳身上看到了当年孤立无援的自己，那儿媳从婆婆身上又看到了自己的可能性和苍凉的未来。其实当他们从对立走向共谋啊，他们这个命理能量啊，就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转换和融合。那他们各自的偏印啊，就是秘密啊，那不再是孤军奋战的负累，而是成为了守护彼此的护城河了。那他们彼此的这个伤官呢，也就是才华和反叛，也不再是伤及自身的利器啊，而是汇合成了应对世界的共同铠甲。那他们构成的呢，是一个极其稳固的伤官生财、偏印互生的共生风水局。那共同抵御外界的官杀啊，也就是压力和非议。那婆媳呢，同为偏财旺相啊，也指的是灵活谋生啊，交际手腕啊，天马行空，奇思妙想。那作为官星的丈夫啊，却能量微弱，无力统摄，只能选择和而不统。那维持表面的和谐，却无法给予真正的引领。那这个呢，是一个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为复杂的这种局啊。那表面上呢，是一场婆媳之间的秘密联盟啊。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3个人共同合谋的精密系统。那么丈夫的不知情呢，恰恰是他最精明的知情。那不过问呢，也意味着默许。那不干预呢，代表着各取所需。他也用沉默维系着这个家庭表面的平衡，同时呢，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自由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系统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完全的受害者。婆婆用过去的秘密换取了儿媳的同盟，儿媳用默契换取了在婚姻中的自由，而丈夫用一种装糊涂的感觉换取了自身的逍遥。其实这是一种比较残酷的平衡吧，我觉得。就是既残酷又奇怪，但是又合理，对，很合理，还很可悲。是，所以说呢，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啊，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深的这个隔阂啊，往往源于看不见对方真实的生命历程。那当我们只是守固在自己的角色里，就比如我是婆婆或者我是儿媳，去评判对方，看到的永远是这种冰山一角啊。唯有当我们去愿意了解这个水面之下的这些巨大的被时代和命运塑造的冰山本体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啊，才能够有可能发生。那这种事情呢，让我觉得非常感叹啊，就是命运让2代女性在不同的这种时空当中，走上了一条同样艰辛的暗巷。那他们本来呢，以为是狭路相逢的对手，是对吧？狭路相逢勇者胜，所以天天吵架嘛。对。那但是呢，却在黑暗当中啊，看到了对方手中的微光啊，看清了彼此脸上相同的泪痕啊。从此之后呢，他们不再是孤独的夜行人了，而是成为了彼此沉默又坚定的守夜人。但同时呢，让我觉得也很可悲啊。就有的时候呢，婚姻当中最可怕的呀，不是争吵，而是这种近乎于完美的沉默。对，当每个人都选择就对自己有利的不知道，或者我装不知道，那这个家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空壳。最坚固的同谋，往往始于精明的装傻。3个人呢，都在舞台上完美演出，却都有心知肚明。
那也感谢林鹤老师如此深刻的剖析这场关系的迷局呢，其实需要智慧的照亮。如果此刻你也正处在复杂的感情困境，渴望看清本质，也欢迎通过屏幕下方的 WhatsApp 方式添加我们的林鹤老师，找老师进行1对1的深度情感命理咨询。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